在安徽的美食版图中，家禽的风味酿造自成一派。烹调上炖煮烤卤大相径庭，却各领风骚。从宫廷御膳到民间舌尖，即便跨越千年，回味经久不衰，香满江淮。这是一道辗转千年的秘制卤味，色泽清爽，味美醇厚，享有地阔10里、香留1寸的美誉。因其产自吴山镇，得名吴山贡鹅。然而，这道风味的酿造离不开一种优良的本地鹅种。初冬暖阳，在安徽寿县板桥镇，一群英姿飒爽的皖西大白鹅，迎来了自由放风的时间。我们皖西白鹅是水保卫，养殖的周期都是200多天，放牧饲养，为的就是天然的稻谷，保持它一个好的肉质。皖西大白鹅蛋白质含量高，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，脂肪含量低，是制作吴山贡鹅的最佳食材。上午时分，在冯氏吴山贡鹅店里，食客们闻香而来，只为品尝到今天的第一锅美味。吴山贡鹅之所以如此受捧，风味关键在这一口老卤大锅之中。41岁的卤鹅师傅邵胡波，在这里已经干了24个年头。他要赶在下班前卤制出今天的最后一批贡鹅。我做这个贡鹅已经有20多年了，大火烧开，然后小火再慢炖，讲究的不就是那个秘方？老卤做底，加入八角、桂皮、茴香等10几味中草药，慢火熬制。一味纯正的贡鹅，需要长达4小时的匠心打造。胡师傅凭借一人之力，需要颠勺往返于6口卤锅之间，少一分不烂，多一分则老。待鹅皮呈棕褐色，入味多汁的吴山贡鹅便可呈上餐桌。卤制好的贡鹅，健脾养胃，清热解毒。鹅肉和鹅头、鹅掌等8大件的组合，也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全鹅宴。昔日的朝廷贡品，如今已成为四方食客们无法抗拒的一味。我们从许县过来的，广州的，果阳的。听说吴山这个地方混鹅很特色，专程来这个地方吃一次。每次来河北，从路过的时候都在从这吃一次。他家的味道很好呀。这个鹅口感非常嫩，特别香。合肥，古称泸州，安徽省的省会，人口超过960万。千年泸州城，烤鸭久飘香。在合肥，一种更具特色的传统名菜，散发出历久弥香的泸州滋味。泸州烤鸭，原系宫廷御膳美食，明时流入豪门至民间，成为一代代合肥人最熟悉的风味记忆。而这一味烤鸭的制作，以泸州烤鸭店最为正宗。泸州烤鸭选用当地小麻鸭作为原生食材，为保证烤鸭的极致口感，处理方式自有讲究。
清理好的鸭子，只在鸭身开出小洞，各类调料塞入腹内，抹盐至关重要。对于汪师傅来说，几十年的经验沉淀，是保证烤鸭咸香适口的看家本领。灶台上，另一种调制剂正在酝酿散开。蜂蜜与水混合，把握精准比例，是泸州烤鸭皮脆肉香的关键。搅拌3-5下即可出锅。泸州烤鸭要风干24到28个小时。风干好的烤鸭，蛋白质结构改变，水分渐渐蒸发，肉质变得金黄紧实。在果木炭慢火加持下，油脂蒸香渗出，表皮金黄油亮。也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挂炉，赋予泸州烤鸭香气浓郁、皮酥肉嫩的极致口感。如果再搭配上大名鼎鼎的鸭油烧饼，咬上一口，更是满口生香，欲罢不能。皮比较脆，香香的，只要一到这边我们就过来吃。味道挺好的，我每周1个月来4次来吃这个。他家一直皮比较脆，然后肉很嫩。我们每次来都是奔着这个烤鸭来的，吃起来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。对鸭的风味追逐，不同地域料理方式各不相同。亳州，华佗故里，被誉为中华药都，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市场。在这片中药浸润的土地上，当地人就地取材，将医药和美食巧妙融合，修炼出一道道脍炙人口的养生名菜。千年药膳华祖焖鸭便是其中之一。在亳州，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有自己的拿手药膳。每天，大厨王世界都要为食客奉上各类药膳。清晨，在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里，往来药商络绎不绝。这里呢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啊，也是全球的中药材集散中心。没事的时候呢，我都到这里逛一逛，对我做药膳这一块呢有很大的帮助。老板，买点人参。对于华祖焖鸭的制作，王师傅需要一剂必不可少的药材。人参，艺名黄参，味甘微苦，作为药膳中广泛加入的中药，用于焖鸭，可以补脾益肺、生津安神。一道纯正的华祖焖鸭，需要10几种调料的辅佐。上等麦芽糖与水融合，鸭子放入锅中，需用沸水反复淋冲，催化皮孔扩张，让糖分进入里层。要获取焖鸭的极致风味，赴汤蹈火，如同一场热烈如炙的洗礼。随着滋滋的爆裂声，鸭子在油锅中发生奇妙的美拉德反应，这也是构建焖鸭形与色的关键。生姜、大葱、花椒等各类辅料接踵登场。锅煮沸以后，我们加入食盐、鸡精、蚝油进行调味上色。待地汤熬制完毕，焖鸭迎来了最后的风味酝酿。热烈沸腾的汤汁浸染鸭肉的香醇，药香与肉香交织萦绕，香辣与甘甜也在这里神奇邂逅。小火慢炖约2小时，鸭肉皮肥骨香，软嫩爽滑。
从视觉到口感，无不兼显着安徽人的含蓄和内敛。一道风味的呈现，百转千回，归真于舌尖，也滋润着人们心田。每一种美食的酿造，从追根溯源到如法炮制，无不于流年变迁中从容淡定地飘香而来。